你这样浇花，花会死的。哦，你就快要生了，这些事情留给园丁去做就行了。哦，没关系，反正我没事，所以就出来走走，浇浇花了。太阳很大，你进去拿把阳伞出来吧。是的，二小姐。听说我姐帮你找了接生的人了。是啊，我姐做事向来仔细，接生婆都找了，看来这一次你一定会为朱家添个男丁了。哦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生孩子哪有一定的事啊？既然是朱家的血脉，我不会介意你为我添个弟弟或者妹妹。但是我姐为了皓月的股份，可不一定。不会啊，碧云她挺尊重我这个小姨的。那是因为孩子还没出生，那3成股份是属于孩子的，你只不过是负责监管。等到孩子出生之后，你说我姐会怎么对你？不会吧？她请了接生婆，找人熬汤给我喝，她不像会那样对我啊。我是她亲妹妹，你也看到她怎么对我了，害得我跟小天骨肉分离，而你只是个外人。那如果我是你，我会尽快离开这个家。不行，我花了那么多心血和时间，如果我现在走，就功亏一篑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揭穿你跟表哥之间的关系，你一样是1毛钱也拿不到。这次我回朱家的目的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姐害得我跟小天分开，我会不惜一切的向她报复，没人可以阻止我。如果你站在她那边，就等于是我的敌人，我对你一样不会留情。但是如果你肯离开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。不行，就算我肯啊，生哥他也不愿意啊。你跟他相处了那么久，应该很清楚他这个人根本靠不住，利字当头。你觉得他会管你的死活吗？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自己好好考虑。如果你还是坚持不离开的话，有朝一日你成为他的陪葬品，可别怪我。被拆开了。为什么要扔掉呢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要弄坏我孩子的娃娃？你想怎么样？你不喜欢那娃娃没关系，你喜欢我熬给你喝的汤就好，喝得干干净净。汤不是碧云熬给我喝的吗？二太太，虫草枸杞水鸭汤啊！你熬了什么给我喝？我特别放足材料熬给你喝的，当然适合你喝。难道我会害你吗？二太太，你没事吧？小姨，你没事吧？二太太，你怎么了？你们都疯了！二太太，你怎么样啊？三小姐拿着这么大把刀干什么啊？我打算切个水果来吃啊。她怎么了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今天那个楼梯的扶手有点松了，我已经叫人来修理了。刚才我正准备告诉二太太，她却突然冲出来，我叫也叫不住。幸好没发生意外啊。她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可能因为快要生了，精神有点紧张吧。我想没什么的。
错，锦衣玉食，你还记得我这个老公吗？你不是在南洋吗？为什么会来香港呢？就是因为你，那天你放走洪耀生，断了我的财路，警察到处在找我，连我的兄弟都说要打死我，我就像过街老鼠一样到处躲藏。后来我被兄弟出卖，就被警察给抓走了。那你怎么会在这里呢？奇怪吧，把警察杀了就能跑了。不过想不到在香港遇到你，你可好了，穿金戴银，还变成朱家少奶奶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找人查我？哦，这几天跟着我的人就是你呀！我很久没见到你了，多想你呀！本来打算跟你重拾旧欢的，不过可惜你却大个肚子，怀着朱家的继承人。你干嘛？你别碰我！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拿点钱给老相好也是应该的吧？我没有钱。你没钱？别骗我！我真的没钱，你看到的只是表面风光。把手表戒指给我！不要，我婆婆给我的，还给我！不要，喂你！怎么会让他在外面晕倒呢？没有人看着他吗？就是啊，他有高血压的还出去。我也不知道，就看到他好像发了疯似的跑了出去。之前发生什么事我根本不知道。陈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胎儿平安无事吧？朱太太有高血压，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吧？不是有什么问题吧？刚才我为她检查那么久，都听不到胎儿的心跳声。不是孩子出什么事了吧？哎呀，他肚子里的孩子啊，可能是朱家的继承人呐，不可以出事的。陈医生，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？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立刻为朱太太开刀，剖腹把孩子拿出来。问题是朱太太有高血压，这时候贸然开刀有一定的风险，但是不开刀又担心孩子有危险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开刀，哎，小姨，你醒了，你还好吧？不开刀，不开刀。医生一定要保住大人。医生，除了大人之外，小孩子也要保住啊。这样吧，我们再观察他1、2天。希望刚才是位置的问题，所以听不到心跳声。不过观察时间最好不要超过72小时。如果这段时间之内都听不到孩子的心跳声，你们就得决定要不要开刀了。麻烦一位家人出去为他办理住院手续。好的。小姨啊，你怎么样？小姨，陛下喝杯茶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你来我已经很高兴了，还买这么多东西，你对我真是好啊。应该的。下一次你来啊，想买水果就买几个苹果，我最喜欢吃。对了，怎么会想到来看我呢？爸爸妈妈不在了，奶奶又出了事。虽然以前发生过不愉快的事，但是怎么说，我们只剩下阿姨你这个亲戚，过来看看你也是应该的。那倒是，你们3姐妹从小开始我就看着你们长大，也把你们当是亲生女儿。你们帮我照顾耀生，我已经满足了。我知道阿姨疼表哥，我也希望看见你将来有一天可以高高兴兴喝媳妇敬的茶。我真的很想见到那一天呢，我真的想得直流口水。其实本来是可以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有话可以直接说出来。小姨的孩子不是我爸的，是表哥的。什么？是耀生啊？小姨是表哥安排给我爸认识的。是，不过我没想到立长的孩子会是耀生的。哎呀，那个孩子就是我的孙子，立长就是我的儿媳妇。你想想看，我爸年纪那么大，这么容易让她怀孕吗？表哥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，但是其实我姐早就已经安排好，等到孩子出生之后带他去检验，到时候事情就会穿帮了。哎呀，如果让碧云知道，我们成了耗子钻灶火，不死也要脱层皮啊！本来妈妈临终之前交代了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表哥，而且他为皓月也付出了很多。就算真的要分一份给他，我也不介意。
但是可惜，我姐不这么想。如果让她知道，报警抓人，告他们串谋诈骗都有可能。哎呀，不要啊！你们不要那样对耀生啊！我不想见到表哥有那种下场，但是我已经劝过他很多次，他却固执的要命，就是不肯听。哎呀，这个耀生真是的，怎么会这么固执呢？如果你还想要有个儿子，有个孙子，要不你试试劝劝我小姨。说句实在话，你应该是她婆婆，她应该会听你的话的。我知道你最近没有胃口，特地熬了点粥来给你喝，放了很多燕窝进去熬的。谢谢阿姨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吃不下。唉，你怀着孩子就不要整天皱着眉头，会影响孩子的。阿姨，你怎么会明白我的心情呢？如果有问题要开刀的话，我可能连我孩子一面都见不到，想抱一下都不行了。我怎么会不明白你的心情？现在最好是叫耀生赶快跟你换一间医院。为什么要换医院？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儿子跟我的孙子着想。儿子，你孙子？阿姨，生哥的儿子，你居然有个孙子？你现在怀的就是我的孙子。哎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听谁说的？你不要管我听谁说的。总而言之，我知道了，你的孩子是跟我的耀生有的。你想利用孩子欺骗我姐夫的财产，这样行不通的。等孩子一出生，碧云就会带他去验血，那就穿帮了。哎呀，阿姨你弄错了，是的确生哥呢是想把我放在老爷身边，生个孩子出来分朱家的财产，但是呢，生哥只是负责穿针引线，完全跟他没关系。我这个孩子的确是老爷的，没有骗人。那别的事可以开玩笑，但是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开玩笑，又不是件好事。行了行了，我明白了。小姨，碧霞，你来了。很担心啊，怕我姐要小的不要大的，就算明明能救活，也会让你死。我早就已经劝你离开朱家，是你不肯听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是我告诉阿姨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表哥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知道事情不是那样。哦，怪不得刚才他会来说那些奇怪的话。不止啊，同一时间我还故意打电话给我姐，叫她来医院看你。她现在已经知道你跟表哥之间的关系，最重要是你自己大嘴巴。整件事是从你的嘴亲口说出来的。说真的，就算是我告诉他，他也未必相信。你放心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你死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要你离开朱家。到了现在，你已经无路可走，只能够离开。我已经为你买了一张船票回南洋。这种情况，你不是还打算等表哥来帮你拿主意吧？要是我，就立刻离开，各走各的。你再不离开，恐怕你会来不及。医生随时会到。哎，有白牌车。不要上车，让我下车！不要！不要！不想死，给我上车！祖先保佑，立昌还有孩子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你也希望立昌赶快生，可以赶快分到朱家的钱。有的时候呢，不是一定要分到钱才会高兴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什么比分到钱还高兴？耀生，妈妈不是只希望你富贵荣华，我还希望你能开枝散叶，给我生个孙子。其实朱家一直以来都是望女丁的，万一生不出个男丁，就分不到财产。这点绝对可以放心。你有没有看过《狸猫换太子》？如果是生女孩的话，换个儿子不就行了？什么？那个可是亲生骨肉，让他去哪儿啊？嘿，就随便找户人家收养他了。你这个小子，
我现在说的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什么我的亲生骨肉啊？你不用瞒我了，立长现在怀着那个是你的骨肉啊！你们两个只不过合伙去分你姨丈的财产而已。是谁跟你这么说的？碧霞，二表妹。我怕那个孩子出生之后要验血就会穿帮，所以劝立长去别的医院生，可是他不肯呢。喂，要生，你也不用这么急吧？护士，房里的病人呢？你说朱太太啊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哪儿。不知道在哪儿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们已经派人到处去找过，但是没有找到。请问有没有人来找过她呢？哦，对了，朱家二小姐来看过她，之后她就不见了。如果再找不到她的话，就要通知她的家人了。又是碧霞。喂。哦，谢谢。姐夫怎么了？医院打电话来，说常姨不见了。啊？表少爷，碧霞呢？顺哥，二姐还没回来啊？有谁知道她去哪儿了？哎，这么大个人，谁知道他在哪儿？顺哥，出什么事了？刚才我去医院那边，护士说立长不见了。我问过那位护士，说二表妹去见过他。我想问问她，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？可能有人知道自己怀的不是朱家的孩子，怕生出来会穿帮，所以就跑掉了。当然，碧霞做事一向都很细心的，就算不回来吃饭，都会打电话回来的。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不回来吃饭又怎么样啊？何必这么紧张呢？我想我去医院看看吧。我跟你一块儿去。我也去。